好，新賽季很快就要來了，老 K， 那麼先盤點一下未來新賽季5大聯賽最有可能10大中鋒是誰？那麼評選的標準也很簡單，不能簡單的看進球數，而是看26到27賽季更有可能在金球獎熱門候選人名單排名靠前啊，以這個作為標準。老 K 眼裡的新賽季10大中鋒，第一位埃爾林·哈蘭德，曼城25歲挪威中鋒，作為上賽季英超金靴獎得主，他的個人數據依然維持着最頂級的水準。而在歐洲冠軍聯賽，他也貢獻了關鍵性的進球，是曼城上賽季能殺入歐冠淘汰賽階段的核心功臣。從純進球和終結能力的維度來看，哈蘭德的賽場表現和進球效率仍然是當今世界足壇所有中鋒當中最頂級的存在。而和凱恩比，他的年龄更有優勢；與姆巴佩比，他在禁区内的存在更纯粹。哈蘭德的核心優勢是他在球门前的終結效率和統治級的身體素質。這兩方面相結合，在當今足壇幾乎沒有對手，甚至擁有皇馬的姆巴佩皇馬球迷最大的夢想就是買下哈蘭德。哈蘭德無需大量的觸球，無需參與到球隊的前場組織，他就能夠在最具威脅的位置完成最有效的射門，並且轉化為進球。這也是他能夠常年保持超高進球率的關鍵原因。從數據層面看，哈蘭德的射門轉化率、射正率，在對方禁區內的觸球次數等關鍵數據都是5大聯賽同位置球員的頂尖頂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他既可以在最難踢的英超聯賽進球，也能在歐冠持續穩定進球。這也進一步鞏固了他作為世界最頂級中鋒的地位。他上個賽季所有射門的預期進球總值達到了 25.4， 說明進球多不是靠少量機會突然爆發出來的數字，而是曼城整個進攻系統持續能夠把機會輸送給哈蘭德。剛剛過去的世界杯，哈蘭德又為挪威打進7個球，幫助球隊歷史性殺入8強。而在瓜迪奧拉時代結束以後，曼城將由馬雷斯卡帶隊，這也是老 K 特別看好哈蘭德的一大原因。季前賽雖然哈蘭德沒有趕上亞洲之旅的大部分比賽，但曼城現在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塞門約在邊路制造機會的能力非常強。他在季前賽連續送出助攻，對馬德里競技一場又給馬爾穆什送出了2次助攻。馬雷斯卡本人賽後也提到，只要哈蘭德歸隊，這會進一步提升我們在禁區裡的終結能力。所以新曼城的體系3叉戟，右邊塞門約，左邊多庫，中間哈蘭德，再加上輪換和替補球員，只要邊路突破了倒三角橫傳，哈蘭德就能夠衝擊6碼區。所以馬雷斯卡的曼城，哈蘭德就是歐洲最容易拿到大量高質量射門的中鋒。唯一的風險是世界杯踢到了8强賽，歸隊很晚，世界杯年导致新賽季剛開始狀態未必100%，但這影響的是開局階段，而不是整個賽季。我預測在英超，哈蘭德新賽季能進25到32個球，而如果曼城能重新成為頂級強隊，那進30個球以上完全很現實啊。過去的4個賽季，哈蘭德3次拿到英超的金靴，他在禁區內的對抗能力、高空爭頂和瞬間爆發力依然是對方後防線的噩夢。可以說新賽季哈蘭德是產量下限最高的中鋒。朋友們，今天我們開始对新赛季進行預測和分析。首先預測一下新賽季5大聯賽10大中鋒是誰，判斷的標準不只是進球數，而主要看未來賽季結束以後新的金球獎評選名單，看排位為準。新賽季10大中鋒第2位，拜仁慕尼黑的英格蘭球員哈里·凱恩。凱恩作為這個賽季最炙手可熱的金球獎熱門人選，他在25到26賽季的表現堪稱現象級，幾乎贏下了所有個人數據層面的榮譽。在國家隊率領英格蘭隊殺入了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決賽。在能力方面，他沒有明顯的短板，無論是終結能力、作球策應能力，還是賽場的領導能力，都處於全球最頂級水準。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他的職業生涯一直缺乏重量級的团队榮譽的支撐，而上賽季已經隨拜仁慕尼黑拿到了德甲、德國杯、德國超級杯，徹底填補了自己榮譽本上的短板。最近，國際米蘭的主力中鋒老塔羅也公開表示，凱恩是當今世界足壇最頂級的中鋒，他將凱恩視為自己在這個位置上的頭號標杆和偶像。確實，上賽季的凱恩實在太誇張，德甲打進36個球，連續第3個賽季成為德甲最佳射手。他帶領着拜仁全隊聯賽轟進122個球，這就意味着凱恩擁有一個哈蘭德和姆巴佩都未必擁有的優勢。德甲聯賽的環境非常適合刷出超高進球數，而且在技術層面，凱恩的回撤接球、他的背身長傳、在2線的串聯，還有點球、禁區外遠射、頭球，這都讓他的表現下限非常高。
所以哪怕一場沒有進球，他仍然可能踢得非常好。此前的66場比賽，凱恩已經轟入73個球，是歐洲最恐怖的持續輸出。但老 K 為什麼沒有把他排第一？只有一個原因，世界杯後的恢復問題。凱恩和奧里塞等拜仁的主力球員歸隊非常晚，所以他距離拜仁新賽季正式開始前只剩下很短的完整的合練時間。而且凱恩畢竟已經33歲，所以我更擔心的不是他能力下降，而是在賽季初疲勞管理方面，還有賽季後期的輪休問題。我預測新賽季德甲凱恩可能進28到35個球，仍然是5大聯賽金靴最有力的爭奪者之一。而他的特點是現在全球最完善的全能型9號位，也可以說是進攻發動機。不僅每賽季进30多個聯賽進球，還能頻繁回撤到10號位，進行精準的長傳和進攻梳理。接下來隨着拜仁邊路攻擊群進一步的磨合，新賽季凱恩的表現非常值得期待。好，新賽季10大中鋒第3位基里安·姆巴佩，來自皇馬的法國中鋒。現在的世界足壇格局，前3名其實是一個獨立的檔次，哈蘭德、凱恩和姆巴佩差不多，然後才是其他人。上賽季姆巴佩在西甲打進25個球，而現在皇馬最大的變化不是姆巴佩本人，而是主教練穆里尼奧回到了皇馬。現在新的皇馬正在進行非常緊張的準備，而姆巴佩、貝林厄姆等等在世界杯參加比賽最多的球員，因為晚歸需要單獨進行體能恢復。8月10日前後，姆巴佩才正式重新加入訓練，所以和凱恩一樣，他現在看上去沒有什麼賽季前的狀態。但皇馬的陣容也決定了姆巴佩依然會得到大量的轉換進攻機會，還有大量禁區左側1對1的機會，大量反越位機會，大量的點球，以及貝林厄姆大量的後插上的牽制，還有維尼修斯等人大量的橫向拉扯。而且姆巴佩真正可怕的一點是他根本不需要球隊控制比賽達到90分鐘。皇馬有時候踢得並不好，但只要出現3-4次開放的空間，姆巴佩就能夠進球，這對漫長的聯賽來說非常重要。但一個必須觀察的問題，新的皇馬穆里尼奧的比賽結構會不會比此前的皇馬更加注重防守的平衡？因為如果皇馬整體更加務實，那姆巴佩可能場均射門數據略微下降，可反擊的機會質量會提升。所以我不認為穆里尼奧回來一定會降低他的进球數。我預測西甲新賽季姆巴佩能進24到31個球。而除了世界杯帶來的疲勞影響之外，老 K 非常看好一點，穆里尼奧第一次回到皇馬的時候徹底釋放了 C 羅的進攻火力，這也是姆巴佩為什麼歡迎穆里尼奧的原因。現在大家都說他跟維尼修斯无法共存，這一次我相信穆里尼奧也能搭配好姆巴佩跟維尼修斯跟迪奧曼德新的魔幻3叉戟。在過去的世界杯，他剛剛在8場比賽打進10個進球，成功加冕世界杯金靴獎，這也徹底刷新了世界杯歷史上的單賽季進球紀錄，讓他成為法國國家隊歷史上最佳射手。而姆總的核心優勢在於他在全球範圍內還有超高人氣和商業號召力，這是其他中鋒候選人無法比擬的獨特優勢。更重要的是，他在歐冠淘汰賽這種關鍵的頂級比賽中的實戰表現，還有他在場上的速度、突破能力、終結能力，都是當今足壇最頂尖水準，是真正意義上的關鍵先生級別的球員。在皇馬，在西班牙，我認為這2個賽季他仍然在進化。姆巴佩在中路利用空間的縱深和步幅去改变比賽的能力正在進一步釋放。好，新賽季10大中鋒預測第4位，勞塔羅·馬丁內斯，來自國際米蘭的阿根廷中鋒，這是我認為最容易被低估的人。上賽季他在意甲只有17個進球6個助攻，但依然是國際米蘭隊長，依然是整個攻擊體系的核心。在中鋒這個位置，除了剛才講過的前3之外，沒有幾個人同時擁有這幾張牌。首先要是穩定的首發，第2要是豪門的核心球員，第3有點球權，有射門開火權，第4年齡處於成熟期，第5有多年的穩定數據。但這5點勞塔羅全部具備，他現在28歲，基本處於中鋒這個職業生涯最黃金的年齡。更重要的是，他不是那種依賴極端速度的攻擊手，他的核心能力有7點：第1，禁區內選位；第2，搶前點；第3，第一腳觸球的射門；第4，接應第2點；第5，和2前鋒的配合；第6，前場壓迫；第7，背身小範圍做球能力。如此的綜合，所以他的衰退風險比純速度型的前鋒更低，並且在國際米蘭擁有一定的戰術優勢。國際米蘭本身就非常擅長邊翼位的推進，然後在內部區域的組合，然後橫傳或者倒三角，最後2名前鋒攻擊禁區。
馬丁內斯·勞塔羅幾乎就是為這種體系量身定制的。所以我的預測，在意甲新賽季他會有18到24個進球。如果健康，我覺得他再次競爭意甲金靴非常正常。勞塔羅在國米的戰術角色是壓迫型雙中鋒的核心。作為隊長，他已經連續許多個賽季展現出意甲最強的穩定性。他和搭檔之間總能形成互補，不僅具備禁區內的搶點和凌空抽射能力，還有高位逼搶、積極反搶，這也讓他成為國米防線第一道屏障。新賽季甚至能競爭意甲 MVP。在今年的世界杯，他每能夠替補上場，貢獻關鍵進球。最後輸掉決賽，無數球迷都把原因歸結為沒有派上勞塔羅，所以他的賽季整體表現是意甲聯賽所有中鋒當中最突出的。他的核心優勢無與倫比的關鍵比賽經驗和終結能力。勞塔羅是典型的大場面先生，越是壓力巨大的頂級比賽，越能貢獻決定性的進球。還有他在球場上的領導力、團隊配合的意識，以及在高壓比賽局面下情緒管理能力，同樣是頂級水準。好，新賽季10大中锋預測的第5位，切爾西若昂佩德羅。這位巴西人是老 K 在這份榜單中最大的上升股。如果你要讓我選26到27賽季最可能突然從一個優秀中鋒變成世界级中鋒的人是誰呢？老 K 的答案就是若昂佩德羅。這一點在世界杯前老 K 评講巴西陣容的時候，我就說得很清楚，主教練安切洛蒂不帶上他，我是無論如何想不通。上赛季他就已經不是普通數据了，35場英超15個進球5個助攻，已經是20次直接參與進球。然而在這個夏天，在季前賽他已經進了5個。對陣西悉尼流浪者隊9分鐘他上演帽子戏法，對 AC 米蘭梅開2度，這不是偶然的爆發，而是持續的狀態好。還有切爾西隊有一個巨大利好，新賽季由哈維·阿隆索執教，而且上賽季只排名第10，因此本賽季沒有歐戰。這意味着相比曼城、阿森納、曼聯和利物浦，若昂佩德羅不再需要每3-4天就要踢一場歐冠。所以新賽季老 K 認為切爾西有能力回到前4，這對於一個主力中鋒非常重要。這就意味着他會獲得更多完整的訓練周，更少的輪換，更好的體能。而若昂佩德羅和哈蘭德不同，佩德羅更接近9號加9號半加偽9號。他能夠回撤，能夠盤帶，能夠做球，能夠小範圍配合，還能自己射門，所以他很可能踢出非常高水平的一個新賽季。我的預測在英超能進17到23個球，助攻能有6到10個，這會是我的重點關注對象。若昂佩德羅兼具有巴西球員的盤帶天賦，而且在英超的对抗強度已經是戰術樞紐，他既能勝任單中鋒，也能夠出任引鋒或者左邊鋒。他不是傳統的禁區站樁型的9號，他是全能的前場自由人。他很擅長回撤到9號半，在中場和後衛線之間的線間區域接球，利用他個人腳下技術轉頭擺脫，直接發起對中路的推進，所以他的回撤接应和推進非常有特點。還有一點，過去在布萊頓效力的時候，佩德羅就有非常出色的點球主罰能力，主罰命中率接近100%，他是隊內第1指定點球手，這也會對單賽季進球產量提供很穩定的保底。另外，受到英超體系的嚴格熏陶，若昂佩德羅現在高位逼搶的積極性和搶斷時機把握非常出色，這就很符合老 K 心目中現代足球隊前鋒要成為第1道防線的戰術要求。所以他的核心優勢，破低位防守的時候能作為破局點，當對方擺大巴，佩德羅具備在狹小空間內撕開防線的盤帶破防能力，他可以不單純依賴邊路傳中。第二，他多面手的屬性能夠無縫切換4231的單中鋒、442的雙中鋒或者433的邊鋒位置，這能夠大大豐富哈維·阿隆索在比賽後程的戰術調整空間。還有第3個優勢，他制造犯規的能力強，由於腳下頻率極快，而且身材不矮，他在禁區前非常容易制造直接的任意球或者點球。但佩德羅的瓶頸現在在於，第一，他絕對速度和反擊的爆發力不強，相較於伊薩克或者奧斯梅恩，佩德羅的長距離絕對衝刺速度不是頂級的，在極端防守反擊戰術中無法作為單一的高速爆破點。第二，他純禁區內的搶點產量不高，在面對高強度的高空轟炸或者陣地戰門前搶點的時候，佩德羅的頭球轉化率和純9號位搶點的嗅覺仍然有很大提升的空間。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是個準一流頂級中鋒，也是最大的黑馬。他在球隊進攻端戰術地位非常鞏固，只要保持健康，將鎖定絕对主力中鋒和進攻核心的位置。所以如果說哈蘭德和凱恩代表了極致的終結效率，
那麼若昂·佩德羅則代表未來現代足球對多功能複合型前鋒最極致的追求。他不僅是門前的終結者，更要連接全隊進攻運轉，成為核心的樞紐。新賽季10大中鋒預測第6位鄧貝萊，來自大巴黎的法國中鋒。其實這裡我要解釋一下，將鄧貝萊算作中鋒或者為9號，因為現在大巴黎的戰術體系中，他大量時間就是在中路的最高點，或者是自由的9號位，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右邊鋒。上賽季鄧貝萊的效率其實非常恐怖，法甲只踢了1064分鐘，但已經有10個進球7個助攻，所以他的這個數據並不是靠踢滿3000分鐘堆出來的。而大巴黎現在的體系特別適合他，他身邊的攻擊手非常多，鄧貝萊的攻擊模式就很豐富，他可以在右路接球然後內切，也可以中路回撤接球，這時候杜埃和 K77 會超過他，甚至變成沒有固定中鋒的動態3前鋒，這就導致防守者很難確定由誰來負責盯防鄧貝萊。但為什麼將他排第6呢？2個原因，第一是出勤率，第二是大巴黎的輪換。大巴黎踢許多法甲中下游球隊可以不用鄧貝萊踢90分鐘，而他過去一直多少有些傷病的問題。最近他也和其他踢了世界杯的球員一樣，剛剛重新回到球隊，所以賽季剛開局符合管理值得觀察。過去2個賽季的前半段，鄧貝萊都踢得不多，所以如果只問90分鐘的水平，他完全可以進入前4、前5。但如果看整個賽季的貢獻，老 K 就必須保守一些。我預測新賽季在法甲他會有14到20個進球，以及收穫大量助攻。但關鍵的問題，整個賽季他會踢多少比賽呢？我們只能拭目以待。在主教練路易斯·恩里克的戰術重塑下，鄧貝萊已經完成從邊路的爆破手向自由的偽9號球員，或者說中路核心的蛻變。而剛才說的若昂·佩德羅，他是新一代全能複合型的9號半。所以如果把他倆放在一起進行深度解析，那麼鄧貝萊在中路蛻變為頂級的偽9號，他有3大核心優勢。第一，戰術位置的解放，恩里克賦予了他在前場極高的游弋的自由度，他不再局限於右側邊線的折返，而是頻繁回撤到中路內部區域接球，在中路活動就可以大幅度減少無謂的長距離衝刺，也就能讓他以更多精力集中到禁區附近的終結和致命的一傳。第二，他是個無解的雙足怪，2隻腳非常均衡，這是足壇極少數真正的無逆足大師。鄧貝萊在禁區正前沿接球的時候，防守的後衛沒有辦法預判他突破或者射門的方向，這種沒有死角射門和變向的能力，在破解密集防守時非常有破壞力。第三，他射門的角度和轉化率暴漲。過去在邊路，由於攻擊角度偏窄，他射門轉化率偏低，但一到中路以後，鄧貝萊的射門角度大幅被拓寬，禁區內高頻次的攻門可以讓他的進球數和預期進球數暴漲，這也就完成了從助攻型邊鋒向進球的終結者的質變。每個賽季只要打的比賽足夠，進20多個球綽綽有餘啊。但瓶頸方面，鄧貝萊缺乏背身硬扛能力，他不是那種肉搏型的中鋒，在面對體型魁梧的高大中後衛，例如薩里巴、范戴克這種，當他要進行陣地戰，被對方背身貼防，他就沒有辦法靠身體去硬扛，只能通過速度撕開空間。所以鄧貝萊作為歐洲最頂級的豪門大巴黎的第一得分手，還有他是前場的戰術核心，他在大巴黎的戰術體系下輸出的下限和上限都極高，唯一制約他的是健康問題。第7位，利物浦的伊薩克。对他如果只看上賽季英超只有3個進球1個助攻，看起來根本不應該進榜，但問題是他上賽季一共只踢了大約703分鐘，所以那是一個被傷病徹底毀掉的賽季。那麼為什麼把伊薩克列入其中呢？因為最近已經出現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信號，他已經擁有一個很正常的季前賽。這次瑞典在世界杯早早出局，讓伊薩克比去年有了更多時間可以在利物浦進行完整的俱樂部賽季前訓練。最近對摩納哥的友誼賽他已經取得进球，他自己也表示身体狀態隨着比賽正在逐漸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利物浦現在有老 K 很喜歡的伊勞拉执教，伊勞拉的足球通常強調快速推进、壓迫後的直接攻擊，這樣的環境理論上非常適合中鋒伊薩克，不需要讓他一直背身和对方2個中後衛肉搏，而是讓他在移動中攻擊空間，這才是伊薩克最恐怖的形態。但最大問題2個字，健康。如果他一年能踢30場比賽以上，我甚至認為伊薩克真實的能力可以在10大中鋒榜排名更靠前。但如果動不動又傷個2-3個月，這個預測就會完全失效。
我的預測在健康的情況下，伊薩克英超能有15到21個進球。他是靈動型的單中鋒，目前以8:1的賠率高居英超金靴預測榜第2位。伊薩克具備現代中鋒稀缺的盤帶破防的能力，還有極高的射門轉化率。他在禁區左側和中路的威脅非常高。新賽季10大中鋒預測第8位，澤凱賴什來自阿森納，這也是一個讓老 K 今年非常糾結的球員，因為上賽季他其實沒有達到外界的期待，在英超14個進球1個助攻，這對普通的前鋒很好。但是對澤凱賴什，他帶着葡萄牙超級射手的身份加盟阿森納，他卻沒有直接變成第2個哈蘭德。但是新賽季他的環境反而更好了，阿森納已經是英超冠軍，而且繼續在加強陣容。最近的友誼賽，他已經通過點球取得了進球，而新援錯利斯的創造機會能力也已經體現出來。他在阿森納的第1年，問題是有時候阿森納控制球很多，卻沒有給9號位制造足夠簡單的禁區內機會。如果新賽季能夠少一點在外圍的連續傳球，而是多一些快速縱向的推進以及邊路的低平球，那麼澤凱賴什的數據可能明顯上漲。但他不像哈蘭德或者凱恩那樣擁有絕對不可動搖的地位。我認為新賽季如果沒有大的意外，他可能會進16到22個球，大概率比第1年好。澤凱賴什的戰術角色是強力的戰術支點和衝擊型的中鋒，他是靠自己很強的扛人能力、轉身破門能力和推進的衝擊力，他是阿森納攻克陣地戰和打硬仗的關鍵性武器。在球隊強大的控球和2翼邊路傳中的體系下，他很可能獲得比過去更多的禁區內絕对機會，希望能在新賽季英超在進球方面爆發。澤凱賴什在球場上的跑動距離、前場逼搶的成功率，還有關鍵傳球次數，有一些數據已經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新賽季10大中鋒第9位，胡里安·阿爾瓦雷斯。按照目前的轉會進展，老 K 仍然將他放在马競考慮。如果未來真去了巴薩，那排名必須調整，他必須排到第4位。但現在我個人判斷，他留隊的可能性達到了80%。那麼上赛季阿爾瓦雷斯在西甲的數據確實不好看，踢了29場，只有8個進球4個助攻。自己的隊友瑟洛特的進球數據更好，但是各項賽事加在一起看，阿爾瓦雷斯49場進了20個球，尤其在歐冠，他數據明顯比西甲更好。所以小蜘蛛在聯賽非常不穩定，但在歐冠終結輸出能力卻明顯好得多。還有他其實在世界杯前一直受到腳踝傷勢困擾，一直到世界杯淘汰賽階段才逐漸恢復狀態。世界杯本身8場球他5次首發也只有1個進球，但那個唯一進球非常重要，是對瑞士的世界杯8強戰。上賽季在有格列茲曼存在的時候，主教練西蒙尼經常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格列茲曼、小蜘蛛、瑟洛特3個人怎麼分配。於是阿爾瓦雷斯有時候踢9號，有時候踢2前鋒，有時候要回撤，有時候甚至必須承擔許多在左側的活動。結果就是他既要創造機會，又要參與推進，還要負責終結。對一個中鋒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環境，所以也鬧着要走。但現在格列茲曼離隊了，阿爾瓦雷斯很可能成為球隊新的明星和進攻核心。他不用再遷就格列茲曼的位置，整個球隊很可能圍繞阿爾瓦雷斯來組織進攻，這個區別就非常大。另外，最近瑟洛特也受傷，西班牙媒體預測會大約缺席3周，基本確定趕不上聯賽開局了。這對馬競是壞消息，但從阿爾瓦雷斯個人的角度，賽季初反而強化了他的9號位。對另外一個隊友盧克曼來說，中鋒不是盧克曼最舒服的位置，所以新賽季的馬競可能比去年更加適合小蜘蛛。在他身後和周圍會有像盧克曼、巴埃納、里岡仁、小西蒙尼這樣的隊友。後面還有尤爾曼德和巴里奧斯，邊路又增加了格里馬爾多等等。所以如果我們在新賽季的馬競能夠看到4231到442一種動態的变化，小蜘蛛頂在前面，在他後面3個是盧克曼、里岡仁和小西蒙尼，輪換球員還有巴埃納，後面再是巴里奧斯和尤爾曼德，這套體系就非常適合他。因為對小蜘蛛來說，他最好的踢法根本不是一個人站在禁區內背身去扛2個1.90米的大中後衛，那不是他的最強項。許多人將小蜘蛛稱作全能的中鋒，這個沒有錯，但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是移動型的9號加上9號半的混合體。他的速度很快，技術很好，也能夠很快的和队友進行連接，是多功能的攻擊手。他最擅長的攻擊模式有3種，第一是回撤，中後衛這時候跟不跟？如果跟，小蜘蛛把中後衛帶出來，盧克曼或者小西蒙尼就能攻擊對方身後。
如果中後衛不跟小蜘蛛轉身，就能和巴埃納或者李剛仁進行連續的配合。第二種模式，突然衝擊禁區，這是許多人低估小蜘蛛的地方。他不喜歡一直待在禁區內，但他特別擅長原本在禁區外，當傳球突然發生的時候，他突然進入禁區最危險的地方。所以後衛經常不是一開始就站在他身邊，這是他過去在曼城和阿根廷踢球時經常出現的特點。第三種攻擊模式，反搶後的第一波衝擊，這是他最頂級的能力。所以小蜘蛛無球跑位、前場壓迫還有反擊的跑位是最頂級的。然後是禁區內的嗅覺、射門能力、左右腳的均衡以及打配合的能力。比較弱的方面是高空球、背身做支点或者纯身體的对抗。他不是哈蘭德那種類型，也不是瑟洛特那種站桩中锋，更加不是大吉魯那樣的支点。他的優勢是不斷保持移動，讓整個前場跟着他動起來。所以卢克曼就非常適合他。如果两個人一起上，小蜘蛛回撤，对方的中後衛跟出來，那麼盧克曼從左側斜插入中路，這一下就非常危險。反過來，盧克曼在左邊拿球吸引邊後衛，小蜘蛛就可以從中路向前點或者點球點向後衛之間的空間進行移動。這比去年的馬竞、小蜘蛛加瑟洛特其實會更靈活，因為瑟洛特和小蜘蛛同時上場的時候，經常會迫使小蜘蛛遠離最危險的區域，而盧克曼不會。還有李剛仁的到來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在韓國，主教練西蒙尼已經公開稱讚了他的技術、他的態度和成長空間。從季前赛看，李剛仁已經開始進入馬德里競技的攻擊體系，這對小蜘蛛有潛在的好處，因為李剛仁最擅長的東西就是在右側和內部區域持球，然後尋找禁區內斜向跑位的隊友，而小蜘蛛恰恰特別擅長這種跑位。所以我覺得李剛仁和小蜘蛛的連線很可能成為新賽季馬競最值得關注的一個點。還有巴埃納的存在同樣非常關鍵，他的價值不一定是自己進20多個球，而是最後一傳。如果巴埃納在左側內部區域，盧克曼可以拉邊或者內切，小蜘蛛站中間，他就不需要像上賽季那樣自己又要回到中場拿球，還要自己創造機會，再自己衝擊禁區。那樣做確實直接影響了他的進球數，所以這也是我看好新賽季他能夠數據回升最大的戰術原因。但有一個問題不能忽略，馬競畢竟不是曼城，不是巴塞羅那，如果他留下，老 K 不會把他排到哈蘭德、凱恩、姆巴佩那個層級。阿爾瓦雷斯最大的問題不完全是自己，而是馬競這支球隊創造機會的穩定性，尤其面對西甲低位防守摆大巴的球隊，有時候比賽會变成對方11個人退守，那麼馬競只能進行緩慢的橫向傳導，小蜘蛛面對對方2個中後衛，空間完全消失掉，這不是最適合他的比賽。他真正恐怖的地方在於前場搶斷、快速向前、3對3或者4對4，以及高速的移動。可西甲許多中下游球隊打馬競不會給你這種空間呀，這就導致歐冠上的小蜘蛛經常看起來比在西甲更危險。這也是有戰術邏輯的，歐冠的強隊往往更願意壓出來，空間就特別大。這時候小蜘蛛的跑位、轉換、反搶，他的優勢全部被放大。這也就是為什麼上賽季歐冠進了10個球，西甲卻只進了8個。那麼如果留在馬競，我預測在西甲會有14到18個進球，同時有5個助攻以上，但各項賽事進球加起來會在22到28球左右，我認為這是最合理的區間。新賽季10大中鋒預測第10位，曼聯的謝什科，他的身體天賦已經接近歐洲最頂級的9號，但目前還沒有完成從危險的年輕人到穩定能貢獻20球的射手，就差這最後一步。如果謝什科能夠徹底擺脫目前脛骨的傷病，並且在卡里克手下成為穩定的首發，我認為新賽季他非常有機會達到英超15到20個進球。更重要的是，他長期的上限很高，單論身體的模板和射門潛力，很有可能衝擊未來歐洲 Top 5的中鋒。但首先我們先弄清楚最新情況，謝什科現在到底傷得怎麼樣？他是上賽季末遭遇了脛骨傷病，因此缺席了曼聯最後幾場比賽。整個夏天他沒有像普通球員那樣進行完整的季前準備，而是長期執行單獨的康復計劃，直到最近才重新加入到曼聯一線隊訓練。但8月12日曼聯1-1戰平利茲聯，他仍然沒有出場，這說明他已經恢復集體訓練，但比賽狀態和身體負荷還沒有完全恢復。新賽季前5輪左右，謝什科到底能以多少的身體狀態出場，這是老 K 最大的疑問。但也千萬不要因為他上賽季只有11個英超進球就低估他，那畢竟只是他加盟曼聯的第1個賽季。
特別是我們把去年拆分成前後2個版本，在阿莫林時期，他平均每90分鐘射門只有 2.8 次，但卡里克來了以後，這個數據变成 6.6。於是，在阿莫林時代，每進一球他需要475分鐘，可是，在卡里克來了以後，只需要43分鐘。這說明謝什科的問題不是到了英超之後就不會踢球了，而是很大程度上曼聯戰術方面到底能不能讓他在正確的位置接到球。卡里克上任以後，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逼費重新靠近禁區，於是球隊創造機會的次數從每90分鐘 1.9 次提高到 3.7 次。這也恰恰是謝什科最需要的東西，因為他不是那種需要大量球權的前鋒，而是隊友先拿球，謝什科先慢慢的移動，突然啟動進入2個中後衛之間，一腳完成射門。他應該成為進攻的終點，而不是進攻的發動機。而且謝什科的身體模板真的非常誇張，身高達到了1.95米，他還不是傳統意義上那種笨重的大中鋒。上賽季官方記錄在一次反擊中，他跑出了 35.31 公里每小時的數據，這讓他成為英超純中鋒球員裡速度最快的。而且這個組合非常少見，1.95米的身高加上極限的速度，他同時擁有了大中鋒的尺寸和冲刺型前鋒的速度，這也是為什麼他的理論上限非常高。還有他真正具有世界級潛力的是頭球，這是目前最被低估的能力。在今年3月的一個統計上，當時謝什科只首發了12場左右，卻已經有10次頭球射正，英超排名第一。當時的哈蘭德都只有9次，若昂佩德羅7次。這意味着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謝什科目前頭球的進球轉化率可能還沒有完全兌現他的頭球威脅。換句話說，他現在已經經常能夠搶到落點，但下一步就是如何將這些機會轉化成進球。所以我認為未來幾年在某個賽季他出現5到7個頭球進球並不讓人奇怪。另外，曼聯今年夏天引進了蒂勒曼斯，蒂勒曼斯最近接受採訪時說，卡里克的足球強調一定的結構，還有壓迫和控球，但在進入最後的進攻3區會給進攻球員比較大的自由度，這對謝什科非常有利。因為蒂勒曼斯最重要的不是自己進許多球，而是他看到謝什科啟動之後能通過傳球直接打擊對方防線身後。新賽季曼聯一個潛在的武器很可能是蒂勒曼斯和謝什科的連線，特別是在轉換進攻。還有姆波莫，這2個人上賽季就已經建立了一些聯繫。謝什科在曼聯隊內完成傳球最多的對象就是姆波莫，而這個夏天在熱身賽對利茲聯，姆波莫又助攻了齐爾克澤進球，已經展現出非常好的季前狀態。再加上還有庫尼亞和逼費，姆波莫、庫尼亞、逼費這3個人很可能圍繞謝什科活動。這樣子中鋒就不用承擔大量的組織、盤帶、回撤、創造。謝什科的任務可以非常簡單，你只需要跑，只需要搶點，只需要射門就可以了。這恰恰是最適合他的版本。所以新賽季我覺得簡單一點對謝什科更好。現階段他真正應該專注的事情就是成為一個極端高效的禁區內終結者，先做到每個賽季25場首發15到20個進球以上，再去發展其他複雜的能力。但謝什科的弱點同樣很明顯，他的背身並沒有身材看起來那麼強，他的身高很好，彈跳爭頂很好，但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背身護球，扛住中後衛，這方面還沒有達到凱恩和吉魯這種成熟中鋒的水平。許多時候他背身接球之後的處理會顯得有些生硬。還有就是 first touch， 他的停球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在英超，第一腳觸球稍微大一點，中後衛馬上就貼上來，進攻節奏就會斷掉。這也是目前他和凱恩存在很明顯的區別的地方。但謝什科的射門很有特點，他經常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射門，比如突然的凌空抽射，或者轉身，或者禁區外的爆射，角度非常刁鑽。他的射門天賦很高，只需要把大量的普通機會打進去。所以總結一下，他最大的賣點並不是沒有弱點，而是他那些最難用後天訓練出來的天賦現在已經都有了。身高、速度、天然的射門力量，這些他都有。真正需要提升的是第一腳觸球，還有經驗，還有選擇，還有做支點的技術。這些會隨着他23歲到27歲逐漸提高。新賽季，謝什科不能永遠當超級替補，他必須成為穩定首發的9號。曼聯上賽季在聯賽的進球只有69個，距離真正的爭冠還有距離。今年他們又要多線作戰，所以攻擊線需要承擔更高的輸出。謝什科必須成為一個純粹的禁區內得分的中鋒，再想其他的。他的成長對球隊非常關鍵，但現在傷病是唯一讓老 K 真正擔心的東西，所以我對他的預測在英超能進15到18個球，各項賽事進20到24個球。
樂觀的情況，如果能夠穩定成為第一中鋒，甚至英超打進18到22個球都有可能啊。如果做到，他才會真正進入到歐洲最頂級中鋒的討論。所以綜上所述，歐洲10大中鋒的預測，老 K 認為哈蘭德、凱恩、姆巴佩這是第一集團，第二集團勞塔羅、馬丁內斯，然後後面的都屬於第三集團。第三集團內部差距沒有排名看上去那麼大。總之說那麼多，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接下來老 K 也會在其他的位置慢慢做類似的這種節目。好，今天的重磅新聞很意外的，哈維出任了荷蘭國家隊主教練，簽約到了2030年，這也就會帶着荷蘭隊打下一屆世界杯。46歲的哈維在帶了巴塞羅那之後，一直夢想着到英超執教，但無論強隊弱隊都不給他這個機會呀。那麼他也成為荷蘭自1978年以來首位外籍主教練。特別有趣的是，哈維·西蒙斯歡迎了他。這位同樣來自於拉瑪西亞和巴塞羅那的小將，在社交媒體曬出了自己過去當巴薩球童時和哈維同框的照片，還寫道：“那個啟發了我名字的人，歡迎來到荷蘭，哈維·埃爾南德斯教練。”好，另外，今天羅馬諾 Here we go， 馬德里競技以總價4000萬歐元簽下了熱刺的中後衛羅梅羅，所以熱刺和國際米蘭的交易已經告吹。巴塞羅那在幾天前也決定不再推進，而至於阿森納，熱刺從一開始就從來沒有考慮過將任何球員出售給阿森納。這次轉會，熱刺還保留着羅梅羅15%的二次轉會分成。接下來，馬競的後衛普維爾成為了阿森納在中後衛引援候選，但馬競現在無意出售。至於小蜘蛛阿爾瓦雷斯，今天的消息，小蜘蛛不想通過激化矛盾離隊，球隊也堅決不放他去巴薩。他今天和剛剛參加韓國行的全隊成員碰了面，還在訓練前和主教練西蒙尼聊了幾句，雙方也談到了他現在的處境。但阿爾瓦雷斯說話的語氣很好，整場談話很平靜，沒有指責。西蒙尼則表示，俱樂部的立場已經由馬林公開說明過，這不是自己能插手的事情。但他也告訴阿爾瓦雷斯，俱樂部本賽季仍然需要他。他說，我和馬競的教練組能夠幫你的，我們會盡量幫你。只要是在體育層面上的事情，我們都會幫你。所以儘管雙方看法不同，這次見面並沒有鬧出任何風波，只要局勢沒有出現劇烈變化，他就會留下。不過巴薩這邊的《每日體育報》倒是說阿爾瓦雷斯和他的身邊團隊對西蒙尼的態度非常不滿，責怪西蒙尼沒有幫助自己轉會巴薩。這邊的新聞又說小蜘蛛覺得自己被主教練背叛了，因為西蒙尼當初曾極力說服他加盟，所以也被認為是可能說服馬競放人的突破口。但西蒙尼唯一的解釋是自己會繼續使用小蜘蛛，他沒有顧及球員的感受。小蜘蛛開始對自己的處境感到非常焦慮，他看到時間不斷流逝，卻沒有任何事情推動兩家俱樂部開啟談判。小蜘蛛和他的身邊人都認為西蒙尼這樣的做法很不妥，因為當初小蜘蛛是在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出於對西蒙尼和他的計劃的信任才離開曼城，而且雙方曾經有一定的承諾，只要馬競收到合適的報價，就會允許他離隊。所以雙方曾建立起很強的信任，但這種信任正在破裂，因為西蒙尼已經完全站在馬競俱樂部一邊。在這件事情上，他選擇置身事外，寧願裝作看不見。所以同樣的消息不同的媒體有不同方向的報道。但我是認為新賽季他多半會留下了，所以巴塞羅那總監德克要努力了，中鋒位置還空缺着呢。好，巴薩這邊最新消息，他們願意提供最新的報價，6500萬歐元的固定加500萬歐元的獎金，總價7000萬歐元來匹配曼城對羅德里的要求。曼城的回應是8000萬歐元，但對話正在進行中。球員羅德里在這件事情上對巴塞羅那信守承諾，因為他和巴薩有協議，想去巴薩，而且絕不會改變主意。未來兩家俱樂部將盡快找到解決方案。而巴塞羅那現在引起了一些爭議，他們讓可能離隊的球員單獨訓練，讓一些球員對此感到非常憤怒。這也是巴薩做出的艱難決定，想應對現在球員過剩的問題。俱樂部高層採取行動，讓多達6名球員單獨訓練，以避免傷病，並且加快他們的離隊進程。這也是跟去年的曼聯和切爾西學習的，組成了巴薩自己的炸彈小分隊。目前單獨訓練的球員有卡薩多、福特、吉列費爾南多斯，還有托尼費爾南德斯、湯米馬克斯以及托倫茨。而與此同時，阿森納傳出看上了巴薩的後衛孔德，但現在沒有重大進展，孔德的情況仍然很平靜。而關於費蘭托雷斯，大巴黎已經接近和巴薩達成協議，球員可能不會回歸巴薩參加訓練。
轉會費的談判仍然在進行中，一直以來巴薩對出售費蘭托雷斯持開放的態度，這樣也能夠避免如果和費蘭續約，巴薩將向曼城額外支付約800萬歐元。另外，剛剛轉會大巴黎的日本門將鈴木彩艷，他將租借加盟尤文圖斯，巴黎隊和尤文各負擔球員 50% 的薪水。而皇馬已經將國米的巴斯托尼列為中後衛的頭號目標，國米要價6000到7000萬歐元。皇馬非常欣賞他的出球能力、技術特點和比賽的氣質，希望進一步提升自己後防線的控球和組織能力。但這筆交易能否推進，還要取決於皇馬是否能先在自己的防線上騰出位置。他們需要先清洗人，但勞爾·阿森西奧目前沒有主動離隊的打算。皇馬可能嘗試為部分其他的後衛尋找下家。好，意甲方面，國際米蘭26歲的中場球員弗拉泰西，關於他，拉齊奧和國際米蘭已經達成原則性的轉會協議。這筆交易將是100萬歐元的付費租借，並附帶1400萬歐元的買斷權。如果拉齊奧在下賽季聯賽排名前12位，買斷權將轉為強制買斷。同時，國際米蘭保留這名中場未來轉會 50% 的分成。與此同時，國米和熱刺隊今天繼續談斯彭斯的情況，目前球員被估價到3500到3600萬歐元，而米德爾斯堡隊也將在斯彭斯的轉會中獲得 15% 的利潤分成。好，國際米蘭火力全開，他們將加速推進，再次向利物浦報價求購柯蒂斯·瓊斯，預計會開出一份超過3500萬歐元的全新報價。此前雙方在球員的估價上差距巨大。另外，國米已經向自己的球員路易斯·恩里克告知會將他出售，球員也欣然接受了這個安排，他的下家將會是羅馬。而另一邊，利物浦和巴爾克拉已經談妥了個人條款，大巴黎的要價 1.3 億到 1.4 億英鎊，這個價格過高，利物浦準備將報價提高到大約1億英鎊，希望巴黎隊能最終降低要價。好，皇馬方面，目前他們沒有計劃再簽一個中場，打算重用小將皮塔奇，而且穆里尼奧還面臨着幸福的煩惱，只有2個後腰位置，卻有6個球員，怎麼使用和輪換，非常燒腦筋呀。好，今天的重磅新聞，法國巨星姆巴佩將要簽約的體育品牌是李寧，姆巴佩會出資持有相關的股份，李寧則負責打造一個以他為核心的獨立個人品牌，這會不會像過去喬丹跟耐克的合作呢？但又有消息說李寧已經否認要簽約姆巴佩，哈哈，拭目以待吧。而最近在梅西通過個人社媒發文哀悼了自己父親的去世以後， C 羅專程來到梅西的評論區，向他和家人表示了慰問。 C 羅寫道，在這些艱難的時刻，給你和你的家人一個大大的擁抱，里奧，請堅強。 OK， 感謝大家的陪伴，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